小醉俠破障。今日同大家分析一下許金山瑜伽球殺妻案。喺2015年5月22號，一名姓湯嘅女護士喺路經西沙公路西澳村對出嘅巴士站嘅時候，連續3次睇到一架黃色嘅 Mini Cooper 停放喺巴士站上邊嘅，車身停放嘅位置係微微突出公路1/3嘅。而特別惹起呢位女士注意嘅係，雖然當時個天係冇落雨嘅，但係佢發現呢部車嘅水撥竟然係開住咗嘅。車上面有2名女子，其中一位係較為年輕嘅。而年輕嘅呢一位頭部係微微向前挨住窗邊嘅，而較為年長嘅呢一位呢，頭部係向後昂，口部係微微張開。本來呢個女護士以為佢哋喺車上邊只係稍微休息一下嘅啫，但由於連續經過幾次之後，喺40分鐘時間裏邊，佢哋動作都係完全冇改變嘅，水撥亦都仍然係保持開動，所以終於起咗疑心，上前拍打窗口，希望可以叫醒佢哋。但係點樣叫都叫唔醒，所以就立即向正在巴士站等候嘅一位少女借電話報警。而警方到場破窗將2個人救出嘅時候，2個人已經係全無反應嘅。喺送到醫院之後係證實死亡。法醫檢查到2個人血裏邊一氧化碳嘅含量分別係50%同埋41%，而死亡時間就喺12點45分至到2點45分之間。好明顯，佢哋係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嘅。咁究竟呢一宗係汽車廢氣回籠所致嘅意外咧，定還是一宗蓄意嘅謀殺案？2名死者分別係47歲嘅黃秀芬同埋佢16歲嘅二女許麗玲 Lily， 佢哋係中大醫學院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副教授，兼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名譽高級醫生許金山嘅妻子同埋女兒嚟嘅。而當警方喺大約4點鐘通知許金山有關佢妻女嘅死訊嘅時候，許金山係正在威爾斯親王醫院進行手術嘅。當佢見到2位至親嘅屍體嘅時候，佢係立即抱住女兒嘅屍體大聲嚎哭嘅。咁可想而知，女兒嘅死對佢係造成相當大嘅打擊。警方喺涉事車輛嘅車尾箱發現一個已經冇氣嘅瑜伽球、一個紅白藍膠袋同埋一啲雜物嘅。當時警方係認為車裏邊嘅所有物件都係冇可疑嘅，所以係冇需要作進一步嘅跟進。喺案發之後第6日，即係2015年5月28號，政府化驗師喺大欖涌車輛檢驗中心測試涉事嘅 Mini Cooper， 睇下有冇洩漏一氧化碳嘅情況嘅。而檢驗嘅結果顯示車輛係一切正常，並冇洩漏一氧化碳嘅跡象，亦都冇廢氣回籠嘅問題嘅。而與此同時，警方亦都要求寶馬車廠對同型號嘅車輛進行研究測試，睇下同款車輛有冇意外洩漏一氧化碳嘅可能性。而喺呢段時間，嗰個冇氣嘅瑜伽球就一直原封不動咁樣被留喺涉事車輛嘅車尾箱。喺當日根本冇人會估得到，佢竟然會係宗案嘅兇器嚟嘅。直至喺案發之後半年，寶馬車廠回覆警方話揾唔到任何原因會導致車輛洩漏一氧化碳。呢個時候，警方終於全力將案件轉向謀殺案嘅方向調查。而警方喺呢個時候，亦終於對嗰個放咗喺車尾箱半年嘅瑜伽球起咗疑心啦。但係當政府化驗師喺呢個時候去檢驗瑜伽球嘅時候，已經發現唔到任何一氧化碳嘅痕跡啦。而死者嘅丈夫許金山喺呢個時候，當然亦都成為警方主要調查對象啦。而警方嘅調查發現，許金山同埋佢太太黃秀芬嘅感情係出現咗嚴重嘅問題嘅，而且許金山仲同一個逝去16年嘅博士學生李詠儀有染嘅。而且許金山同呢個情婦係曾經9次外遊嘅，8次喺命案之前，而最後一次係喺命案之後3個月嘅。警方仲發現許金山同佢太太係共同擁有一批物業，市值係大約5000萬，而且仲有700萬嘅現金同埋一份500萬嘅人壽保險嘅。而呢份保險受益人係許金山嘅。從以上種種都顯示許金山係呢一宗案嘅最大嫌疑人物嚟嘅。咁當然，最高嫌疑人未必係兇手，而真正嘅兇手亦都未必係可疑。警方要嘅係進一步嘅搜證，直至證據充足到可以將疑犯告上法庭為止。經過警方一番調查之後，終於揾到重要嘅線索。警方喺調查一氧化碳氣體供應商嘅時候，發現許金山曾經向供應商要求報價，而且仲曾經透過姓周嘅研究助理訂購過一氧化碳作為研究之用。而且呢個姓周嘅研究助理仲曾經親眼見過許金山喺實驗室將一氧化碳灌入去2個瑜伽球裏邊，然後帶走嘅。
咁到此為止，許金山已經成為警方眼中嘅高度嫌疑人物啦。喺2016年5月12號，警方終於喺佢辦公室將許金山拘捕。佢當時係矢口否認妻女嘅死係同佢有關嘅，而警方亦都由於暫時冇足夠嘅證據去確定佢係真兇，所以就唯有將佢暫時釋放。最後喺2017年9月11號上午，警方再次喺佢嘅住所將許金山拘捕，而且仲正式落案起訴佢2項謀殺罪添。今日就係想詳細咁分析一下，警方究竟係用咩理據將許金山告上法庭嘅呢？而最後又究竟係乜嘢令到9位陪審員以9-0嘅比數一致裁定佢罪名成立呢？既然喺第一次拘捕許金山嘅時候，警方已經掌握咗大部分嘅證據啦，連許金山曾經訂購一氧化碳，同埋曾經將一氧化碳灌入瑜伽球帶走，甚至佢同太太嘅婚姻狀況同埋財政狀況都已經充分掌握啦。咁點解仲要等到1年幾之後先至將許金山告上法庭呢？由第一次拘捕佢，至到最終將佢告上法庭呢1年幾嘅時間，究竟警方嘅調查仲有咩重大發現，令到最後能夠將許金山繩之於法呢？而許金山嘅情婦，現任理工大學嘅副教授李詠怡博士，喺呢一宗案裏邊，又係咪需要承擔任何罪責呢？呢一宗完全冇證人目擊行兇過程嘅兇案當中嘅法理邏輯，究竟又係點樣嘅呢？如果仲未 subscribe， 記得 subscribe， 記得撳埋隔離個鐘仔。鍾意呢一條片呢，記得 like and share。有關呢一宗案嘅調查，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喺案發之後嘅半年時間，喺呢個階段，警方可以話係毫無頭緒，所以就唯有從各方面尋找線索，希望揾出案件嘅端倪。咁正如我上面所講啦，政府化驗師喺案發之後第6日已經對涉事車輛作出咗詳細檢驗嘅。雖然結果係一切正常嘅，但係喺寶馬車廠一日未回覆警方有關一氧化碳有冇可能係來自車輛故障之前，警方仲係唔可以確定事件係一宗意外定還是一宗蓄意嘅謀殺案嚟嘅。喺等候寶馬車廠回覆嘅呢段時間，警方發現許金山成為咗李詠怡嘅博士導師之後，李詠怡就成為咗許金山2個女嘅補習老師，所以可以經常登堂入室，間中仲會留喺許金山屋企食飯添。直至2007年，李詠怡購買咗一個喺威爾斯親王醫院附近愉翠苑嘅一個單位之後，許金山就經常喺呢個單位食晚飯嘅。直至2013年，許金山全家搬入咗西貢西沙路大洞村嘅一棟3層獨立屋居住。而喺呢一年嘅年尾，許金山嘅妻子即係死者黃秀芬，終於發現咗丈夫嘅婚外情。而黃秀芬亦都因而患上抑鬱症同埋焦慮症，但係2個人都唔願意離婚，所以係繼續維持住呢一段婚姻關係嘅。但係到此為止，許金山已經唔再偷偷摸摸啦。佢1星期至少有幾晚會留喺情婦李詠怡屋企過夜嘅。而我哋後來係會知道，原來許金山將載住一氧化碳瑜伽球從實驗室帶走當晚，就係去咗李詠怡屋企過夜噶啦。呢一點我哋一陣會詳細再講嘅。一個男人周旋喺2個女人之間，好可能係會演化成為一個破碎家庭。但係只要其中一個女人能夠喺一夜之間消失，而另一個女人又可以登堂入室嘅話，咁呢一個家庭唔單止唔會破碎，話唔定仲會成為一個比以前更加美滿嘅家庭。咁許金山當時嘅心態係咪就係咁樣？咁當然，就算係咁樣，呢一個都只可以話係犯案嘅動機。我哋絕對唔可以單以犯案動機就將一個人告上法庭嘅。但係至少喺警方心目中，呢一宗案如果唔係意外嘅話，許金山就一定係高度嫌疑人物啦。所以喺案發之後半年，當寶馬車廠回覆警方話一氧化碳唔會係源自汽車故障之後，警方嘅調查工作就立即進入另一個階段。因為呢個時候，警方已經清楚知道2名死者嘅死並非意外，好大可能係一宗謀殺案嚟嘅。而殺人嘅兇器一定就係一氧化碳，所以順理成章，警方係轉移向一氧化碳供應商埋手嘅。經過一輪調查，警方發現原來喺案發之前1個星期，許金山嘅研究助理曾經係購買一氧化碳作為實驗之用嘅。而根據研究助理嘅口供，佢仲親眼目擊許金山喺案發之前2日將一氧化碳灌入瑜伽球帶走。而許金山當時同呢位研究助理講，用瑜伽球載走一氧化碳嘅目的係希望朋友幫佢檢查氣體嘅純度嘅。咁到此為止，警方已經差唔多可以肯定許金山就係殺害自己太太同埋女兒嘅兇手啦。喺2016年5月12號晚，警方去到威爾斯親王醫院，將身在辦公室嘅許金山第一次拘捕嘅。當許金山見到警員嘅時候，立即邀請警員坐低，然後問佢係咪查到啲咩呢？警員坐低之後，第一句就問許金山：
有關呢宗案，你有冇咩向我哋交代嘅呢？咁許金山就回應啦，我唔明你咩意思喎，你想我交代咩呢？咁警員見到佢嘅反應，就立即表示現在要拘捕佢啦。喺警員講出警戒詞之後，就問佢：你係咪曾經用瑜伽球將一氧化碳從實驗室運走嘅呢？而喺你太太同埋兒女出事當日，車尾箱係一個瑜伽球嘅，而佢哋係中一氧化碳毒而死嘅。咁你哋以上呢啲有咩解釋？咁許金山就答啦：我真係唔知道點解會出意外嘅。一氧化碳係我帶翻屋企想毒老鼠嘅。當日我將瑜伽球放喺 Lily 做運動間房，我同佢講個波係充滿毒氣嘅，千祈唔可以掂。到週末我係會用嚟毒老鼠嘅。當時佢仲好開心添。呢件事只有 Lily 知道嘅啫。我真係唔知道喺案發當日點解個瑜伽球會放咗上架車嗰度嘅。我諗係 Lily 想用嚟自殺嘅。咁我哋見到啦，許金山去到呢一刻咧，已經唔再隱瞞啦。佢係承認兩位至親係死於佢自己帶翻屋企嘅瑜伽球嘅，只係佢唔承認瑜伽球係由佢自己放上車嘅啫。而喺佢被捕呢一刻咧，佢估計最大可能係由死者 Lily 將瑜伽球放上車自殺嘅，因為根據許金山嘅口供，知道呢個瑜伽球裏邊有毒嘅，就只有已經死去嘅兒女 Lily 啦。但係你可能會諗，既然許金山心知肚明兩位至親係死於自己帶翻屋企嘅瑜伽球嘅，咁點解一早佢唔向警方說明呢？作為兩個死者嘅至親，佢唔係希望警方可以盡早查明真相嘅咩？點解反而佢會隱瞞呢個咁重要嘅環節，令到警方行多咁多冤枉路呢？許金山被捕當晚被通宵扣查嘅時候，其中一段錄影會面作供，佢係咁樣回應探員呢個問題嘅。可能因為我太驚啦，我怕我講出事實之後嘅後果。我知道如果我將呢件事講出嚟，我就會好多麻煩嘅啦，而且好可能會連累我同事、我嘅研究助理，甚至實驗室嘅技術人員都可能會有麻煩嘅。而且我都非常擔心，如果我被捕之後，我就冇辦法照顧啲子女啦。我心諗，既然當時好多人都估一氧化碳係好可能來自嗰部車嘅，咁既然係咁，我不如唔講出嚟啦。我承認自己係好懦弱，我為自己呢個行為感到非常羞恥。嗱，我哋必須要搞清楚，許金山之所以話感到自己羞恥，唔係因為佢承認殺人，佢只係話自己因為怕事而隱瞞兩個死者係死於自己做出嚟嘅有毒瑜伽球呢個事實而感到羞恥嘅啫。由始至終，佢都冇承認過個瑜伽球係由佢帶上車嘅。而且如果要證明佢有殺人，最重要嘅係證明喺案發當日呢個有毒嘅瑜伽球係由許金山帶上車同埋拔走交失嘅。由於警方喺第一次拘捕許金山之後，仲係揾唔到確實嘅證據去證明個瑜伽球係由許金山放上車嘅，所以就唯有俾佢保釋候查啦。然後喺大約年半之後，即係2017年9月11號，喺佢馬鞍山大洞村嘅住所再次拘捕許金山，仲立即落案帶去提堂添。咁由嗰日開始，許金山嘅自由就正式被剝奪咗啦。咁究竟點解警方要等年半嘅時間先將許金山告上法庭呢？原來今次控方嘅舉證方法係使用排除法去令到許金山入罪嘅。咁正如我之前講嘅豪大花園無屍案咁樣咧，被告陳文森之所以喺被捕之後2年之後先被正式告上法庭嘅，都係因為警方係用排除法作為舉證策略嘅。而呢一種舉證策略咧，好多時都會俾人無憑無據嘅感覺嘅。就好似我上一集所講嘅紙盒藏屍案，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雖然控方當時舉證嘅時候係涉及一啲接觸證據嘅，但係好大程度上令到歐陽炳強入罪嘅，仍然係基於排除法嘅。但係普遍人都會忽略咗控方有關排除法嘅證供嘅，咁就令到好多人對呢宗案嘅公平性有唔全面嘅理解啦。所以如果可以嘅話，警方仲係希望可以揾到更加直接嘅證據去證明許金山有罪嘅。真係再揾唔到嘅話，先再純粹利用排除法去令到被告入罪嘅啫。亦因為呢個原因，通常以排除法去舉證嘅案件都會較為遲正式檢控佢嘅。而今次呢宗案所謂排除法，就係要證明喺案發當日，除咗許金山之外，就冇其他人係有可能將瑜伽球放上車嘅啦。咁留心，重點係喺案發當日係由邊個將瑜伽球放上車？除咗佢之外，仲有冇可能係其他人？要證明嘅係冇可能係其他嘅人。咁我哋而家睇下控方今次係點樣實踐咗呢個意圖。根據被告嘅口供，事情嘅經過係咁樣嘅：許金山喺案發之前2日，將一氧化碳灌入2個瑜伽球入邊，然後喺放工嘅時間，許金山將有毒嘅瑜伽球連同2個一氧化碳偵測器放上去嗰架豐田七人車上面，而七人車係泊喺威爾斯親王醫院嘅停車場上面嘅。但係許金山冇立即開車，佢將瑜伽球放喺車上面之後，就步行去住喺附近嘅李詠儀屋企啦。當晚佢喺李詠儀屋企食完飯之後，仲過埋夜添。
到咗第二日，即是案發嘅前一日嘅星期四，許金山仍然係冇翻上車嘅，佢係直接去咗醫院翻工嘅。到當日放工嘅時間，佢先翻去自己嘅七人車嘅啫。但係呢個時候，佢發現七人車上面嘅一氧化碳偵測器顯示瑜伽球係有漏氣嘅情況嘅。檢查之下，佢發現其中藍色嘅瑜伽球係漏咗氣嘅，所以佢就放晒入邊啲氣唔理佢啦。而另一個灰色嘅呢，由於係冇漏氣嘅，所以就將佢繼續留喺七人車運翻屋企啦。翻到屋企之後，佢將七人車泊好，瑜伽球係留喺車上面嘅，然後佢轉揸去太太嗰部 Mini Cooper 去打網球啦。打完網球之後，泊好車，許金山就翻屋企食飯，同埋陪伴子女做功課嘅。呢個時候，嗰個注滿一氧化碳嘅瑜伽球仍然係留喺嗰部七人車上面。當仔女溫習完之後，一家人都上床瞓覺啦。喺呢個時候，許金山自己一個走到去七人車，將瑜伽球攞翻屋企，放置喺屋企裏邊嘅健身房。但係呢個時候，根據許金山嘅口供咧，二女 Lily 突然間出現喺健身房，所以許金山就講俾佢聽，呢個瑜伽球係充滿一氧化碳，準備喺週末嘅時候毒老鼠嘅。而 Lily 知道之後咧，就好開心咁翻房瞓覺啦。咁從許金山以上嘅口供咧，世界上原來只有兩個人係知道喺案發之前一晚喺許金山屋企係出現咗一個有毒嘅瑜伽球嘅，一個係許金山自己本人，而另一個就係其中一個死者 Lily 啦。但係問題係呢個瑜伽球係咪真係曾經由七人車運到屋裏邊呢？呢個環節其實只係許金山一面之詞嚟嘅啫。我哋從佢嘅證供其實係難以判斷係咪真係事實嘅。但係由於呢一點係列咗喺雙方同意案情上面嘅，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控方係查證過呢個問題，所以唔會對呢個環節作出任何爭議。但係雖然係咁樣，都仲有另一個重要嘅問題我哋需要考慮嘅，因為既然係死無對證嘅。咁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從許金山嘅一面之詞肯定 Lily 係知道曾經有人將一個有毒嘅瑜伽球放入屋嘅呢？而且更加難判斷嘅係，即使有毒嘅瑜伽球係曾經被放置入屋啊，而且呢件事我哋當 Lily 又真係知道嘅，咁我哋係咪真係可以確定喺案發當日呢個瑜伽球究竟係由許金山定係 Lily 放上車嘅呢？如果真係唔能夠肯定呢一點嘅話，咁基於疑點利益歸被告，就要判許金山罪名不成立嘅啦。咁控方又可以點樣將以上兩個可能性嘅其中一個排除，從而得出一個唯一嘅合理推論呢？咁從警方查到嘅事實同埋以上許金山嘅口供，我哋可以歸納到啲咩呢？首先係控方嘅版本，根據控方嘅講法，許金山係透過做實驗之名而取得一氧化碳。控方認為許金山宣稱嘅呢啲實驗都係假嘅，佢要一氧化碳嘅目的純粹就係用嚟進行殺妻計劃嘅啫。另外，控方亦都認為，即使實驗係真，有可能許金山見到既然有一氧化碳啦，咁就順勢利用佢嚟進行殺妻計劃嘅。而所謂殺妻計劃，就係明知太太每日下午都會駕駛嗰部 Mini Cooper 去接年幼嘅兩個子女放學嘅，所以就喺案發當日喺自己翻工之前，將瑜伽球放上車，拔走氣室，等妻子上車嘅時候就會中一氧化碳毒而死。只係人算不如天算，當日佢嘅二女 Lily 因為學校假期，所以就打算同佢阿媽一齊去接細佬妹放學嘅，結果就一齊被殺啦。咁至於辯方嘅版本係點呢？辯方嘅版本係許金山用一氧化碳做嘅實驗係真嘅，而喺案發之前2日將一氧化碳灌入瑜伽球帶翻屋企，目的只係喺週末毒老鼠嘅啫。至於點解案發當日係會被放到去涉事車輛嘅車尾箱呢？辯方認為好大可能係由於二女 Lily 想自殺，又或者係唔太了解一氧化碳毒性，所以想用一氧化碳去到車上面嘅昆蟲，又或者甚至係一啲我哋唔知道嘅原因，令到佢將瑜伽球放上車嘅啫。總之，控方認為許金山係唯一一個有可能將瑜伽球放上車嘅人，而辯方就認為咧，喺案發當日由許金山嘅二女將瑜伽球放上車，都係有合理嘅可能性嘅。原來控方係將以3方面去證明兇手唔可能唔係許金山嘅。呢3方面包括：第一，控方希望說服陪審員許金山以做研究之名，透過大學購入一氧化碳，目的可能只係利用一氧化碳進行佢嘅殺妻計劃嘅啫。第二，控方希望說服陪審員喺案發當日由其中嘅死者 Lily 掹走瑜伽球氣室嘅機會係好低嘅。第三，控方希望說服陪審員根據案發當日嘅時間線係可以排除由其他人將瑜伽球放上車嘅可能性，從而肯定將瑜伽球放上車嘅人必然係許金山嘅。咁我哋見到以上3點裏邊咧，其中第一、2點只係加強許金山係兇手嘅可能性嘅，即使陪審員係認同呢2點啊，都唔能夠肯定許金山就係兇手。
咁所以最重要嘅其實係只係第三點嘅，因為只要陪審員認同第三點嘅話，咁毫無疑問許金山就係兇手啦。但係雖然係咁樣，頭兩點絕對唔係毫無用處嘅，因為只要陪審員認同呢兩點嘅話，就會大大提高陪審員認同第三點嘅機會啦。所以控方舉證策略嘅呢三點係起住相輔相成嘅作用嘅。好，咁我哋而家立即睇下控辯雙方喺呢三點上邊嘅對壘過程係點樣。第一，究竟許金山用一氧化碳做嘅實驗係咪真嘅呢？目的係咪只係為咗進行佢嘅殺妻計劃嘅呢？有關呢一點，控方係揾咗3個專家證人，用以證明許金山所做嘅實驗其實係過時而且多餘，好大可能只係為做而做嘅啫。而只要陪審員聽咗啲專家證供之後，真係認為許金山嘅實驗係多餘嘅，係為做而做嘅，咁許金山呢啲實驗嘅目的，好大可能真係如控方所講，只係為咗進行佢殺妻計劃嘅啫。咁當然，辯方係唔會坐以待斃嘅，所以辯方傳召咗2位專家證人，去證明許金山嘅實驗係相當有前瞻性。而且唔單止有前瞻性，甚至有辯方專家證人指出，喺案發之後，有其他人係進行咗類似嘅實驗之後，已經取得重要嘅成果，仲開始咗喺醫療上面使用添。所以辯方嘅專家證人認為，許金山嘅實驗絕對唔係為做而做嘅。咁既然雙方嘅專家證人有唔同嘅觀點，咁陪審員又應該信邊一方面嘅專家證供呢？咁有關呢一方面，法官係咁樣指引嘅。喺審訊嘅過程裏邊，你已經聽過控辯雙方嘅專家證人證供啦。法庭之所以准許專家證人喺審訊裏邊作供，目的係向陪審員提供有關科學嘅資料同埋意見。專家證人嘅證供屬於證人嘅專業知識範圍之內，但係可能係你哋嘅經驗同埋知識範圍以外嘅。你哋必須要謹記，如果你哋經過仔細考慮之後，你哋係可以唔接納任何專家證人嘅證供嘅。如果你唔接納嗰啲專家證人證供嘅話，咁呢啲不被你接納嘅證供，你哋係完全冇需要理會嘅。喺本案裏邊係有多名專家證人作出咗互相抵觸嘅證供嘅，你哋需要決定接納邊個證供，同埋邊啲證供你係唔接納嘅，甚至你哋可以完全唔接納任何專家證人嘅證供添。你必須要記住，專家證人嘅證供只係同案件某一部分有關嘅啫。雖然有可能有助你哋達成裁決，但係你哋必須要喺達成裁決之前考慮其他證供係咪可以令佢入罪嘅。嗱，咁我哋見到啦，根據法官嘅指引，當兩方面專家證人嘅證供係出現矛盾嘅時候，陪審員係可以選擇其中一方面嘅證供去相信，甚至係兩方面證供都唔接納都可以嘅。咁究竟最後9位陪審員係接納咗邊一方面專家證人嘅證供呢？咁好可惜，雖然我哋已經知道最後佢哋一致裁定許金山罪名係成立嘅，但係由於控方嘅立場係，即使佢哋嘅實驗係真嘅，都有可能只係因利乘便，將計就計，利用嚟做實驗嘅一氧化碳進行佢嘅殺妻計劃嘅啫。所以即使最後陪審員係判許金山罪名成立，我哋都唔能夠由此而推論陪審員最後係接納咗邊一方面嘅專家證人證供嘅。但係至少我哋從控辯雙方呢5位專家證人嘅證供呢，我哋可以知道喺究竟許金山嘅實驗係咪真係為做而做呢個議題上邊，控辯雙方嘅優勢其實係旗鼓相當嘅。好，我哋而家睇下舉證嘅第2個重點又係點樣？舉證嘅第2個重點就係究竟拔走瑜伽球膠室嘅人有冇可能係其中一個死者 Lily 呢？控方認為，如果係由 Lily 拔走膠室嘅話，咁佢必然會將膠室帶上車嘅，而唔會首先將膠室掉去其他地方，然後先翻上車嘅。所以而家喺車上面揾唔到膠室，咁就可以推論由死者 Lily 將膠室拔走嘅機會係好低嘅啦。咁辯方又係點樣回應呢個控方嘅論點嘅呢？辯方嘅回應係瑜伽球嘅膠室好可能只係被處理證物嘅警員整唔見嘅。因為嗰個警員唔單止曾經將2條車匙嘅證物編號搞錯咗，佢仲試過喺庭上面展示佢宣稱係有膠室嘅瑜伽球嘅時候，竟然當庭發現呢個瑜伽球原來係冇膠室嘅。咁所以辯方就認為呢個警員係一個烏龍警員嚟嘅，可能喺案發之後其實膠室係仍然留喺車上邊嘅，只係呢個警員當時冇留意啫。而由於當時警方係完全冇懷疑過2名死者嘅死係同瑜伽球有關嘅，所以即使呢個警員整唔見咗個膠室都冇被發現過嘅。咁所以辯方就認為，從車上面揾唔到膠室呢一點，根本唔能夠推論出冇可能由 Lily 拔走膠室呢個結論嘅。咁我哋而家睇下控方舉證嘅第3個重點又係乜嘢？喺整個審訊過程裏邊係出現咗3條時間線嘅，其中1條係出現喺雙方同意案情上面嘅，而另外2條呢，就係由控辯雙方各自提出嘅啦。
而從呢3條時間線，我哋又可以整合出一條完整嘅時間線。嗱，我哋首先睇下控辯雙方都冇爭議嘅時間線係點先。根據呢條時間線，我哋知道喺案發當日，許金山嘅妻子黃秀芬喺早上7點半揸車送2名年幼嘅子女返學嘅，然後喺大約8點半佢就返到屋企啦。再之後喺2點25分就有巴士司機發現黃秀芬所駕駛嘅 Mini Cooper 係停泊咗喺西澳村對出嘅巴士站。咁我哋見到呢條時間線其實係好虛嘅，當中最主要嘅情節都冇被包括在內。而正正因為咁樣，控辯雙方就可以透過向證人嘅問話補充翻當中空白嘅地方，令到呢條時間線成為一個有利自己嘅版本啦。嗱，咁我而家首先睇下辯方係點樣補充呢條時間線嘅空白位。喺許金山被捕當晚，通宵被扣查嘅時候做嘅錄影會面作供，許金山係咁樣講嘅：案發當日，我係9點半至10點鐘起身，當時我太太仲係瞓緊覺，我起身落樓下沖咗杯咖啡。之後就出咗花園散步啦，然後我又上翻樓做一啲同研究相關嘅工作嘅。之後我再落樓嘅時候，我見到太太同埋 Lily 正在食緊嘢。我大約喺12點半至1點鐘期間離開屋企翻大學嘅。期間我係冇留意到有毒嗰個瑜伽球係咪仲喺屋企，更加唔知道點解最後會出現喺佢架車嘅車尾箱。嗱，許金山以上嘅作供雖然彷彿係佢一面之詞嚟嘅啫，但係大部分嘅內容呢係得到佢嘅印傭 City 確認嘅。除咗其中一樣，就係許金山離開屋企嘅時候，佢嘅印傭其實係睇唔到嘅。即是話，雖然相信佢真係喺12點半至1點期間離開屋企，但係喺離開屋企之前嘅情況係冇人見到嘅。冇人見到佢究竟係直接嚟屋企走去個7人車，然後開車走啊，定係首先將瑜伽球放上 Mini Cooper 先至去開佢個7人車嘅呢？亦都因為呢個原因，從呢條時間線雖然唔能夠證明佢冇罪，但亦都唔能夠證明佢有罪嘅。所以我哋就要睇下控方係點樣補充嗰條時間線嘅咧。嗱，根據控方證人，即係許金山嘅印傭 City 作供咧，當日佢係見到黃秀芬喺早上7點半揸車送去2個年幼嘅子女返學嘅，然後8點半就返到屋企啦。黃秀芬之後喺花園整理花草，然後就喺樓下大廳玩佢嘅 iPhone， 直至10點鐘就上樓返去自己間房啦。之後大約2點鐘，佢嘅印傭喺樓上見到黃秀芬同埋 Lily 離開屋企，然後上咗去 Mini Cooper， 而且印傭亦都話當時清楚記得當時係落緊雨嘅。咁我見到啦，雖然印傭 City 所講嘅證供咧，同許金山所講嘅證供係冇咩交疊位嘅，但係基本上都可以話冇衝突嘅。所以雖然我哋唔能夠肯定許金山所講係咪事實，但係似乎從印傭嘅證供都唔能夠否定許金山嘅作供。咁點解最後陪審員會判許金山罪名成立嘅呢？原來關鍵就係印傭喺補充以上時間線嘅時候，講出一件好關鍵嘅事情。呢件事就係佢哋離開屋企登上去個 Mini Cooper 嘅時候，手上面係冇拎住任何嘢嘅。或者我哋又再不厭其煩咁重新檢視一下控方嘅舉證邏輯啊。控方嘅邏輯係，即使我哋真係相信許金山嘅説話，當個瑜伽球真係喺案發之前一晚放過入屋嘅，而許金山又真係將瑜伽球係有毒嘅呢件事講咗俾 Lily 聽，咁世界上就真係只有2個人係知道呢件事噶啦，一個係 Lily， 一個係許金山。而許金山係宣稱，可能 Lily 喺2點鐘上車嘅時候，將個瑜伽球放上車嘅目的可能係自殺，又或者係盜昆蟲嘅。而控方就認為係許金山喺12點鐘嘅時候將瑜伽球放上車嘅，唔係許金山就係 Lily 噶啦。咁究竟係邊個呢？答案就視乎陪審員係相信許金山嘅説話，定係相信印傭嘅説話啦。因為雖然佢哋嘅證供表面上係冇矛盾之處，但係只要你相信印傭嘅證供，認為2個死者上車嘅時候手上邊係冇任何物件嘅，咁你就一定唔能夠相信許金山係冇將個瑜伽球放上車嘅。二選其一，陪審員會點揀？咁當然，許金山嘅律師團隊都企圖用種種嘅方法去阻止陪審員相信印傭嘅證供。例如辯方專家證人曾經提出過實驗證明，只要一開門，車裏邊嘅一氧化碳成分就會急速下降90%嘅啦。如果係2道門一齊開呢，情況會更嚴重嘅。而2位死者當日上車之後，架車行咗1.6公里就要立即停低架車啦。所以個瑜伽球一定喺佢上車之前好短時間之內放上車嘅。而喺嗰段時間，許金山已經身處大學噶啦，根本冇可能係由許金山將瑜伽球放上車嘅。咁有關呢一點，控方係點回應嘅呢？控方嘅講法係，政府化驗師喺案發之後第6日對涉事嘅車輛進行咗一連串嘅實驗嘅，
其中一個喺車廂入邊放置一支香，睇下啲煙會唔會喺車廂入邊流出嚟。結果係發現涉事車輛膠邊防漏功能係好好嘅，所以係冇發現有漏煙嘅情況嘅。所以控方係認為，即使個波係喺12點鐘放上車，去到2點鐘嘅時候，一氧化碳嘅濃度都唔會有好大分別嘅啫。所以控方係認為根本係證實唔到個瑜伽球只可以喺臨上車之前先放上車嘅啫。咁當然，控方呢個實驗都有被辯方專家質疑嘅，例如辯方專家認為燒香嘅微粒必然會比一氧化碳嘅微粒大好多嘅。車廂冇漏煙，唔代表一氧化碳都唔會流出車廂，所以雙方嘅專家可以話係各執一詞。咁所以陪審員就唯有好似法官咁講，睇下專家嘅證供有邊啲可以接納，有邊啲係唔可以接納嘅。結果9名陪審員退庭商議7個幾鐘頭之後，以9-0一致裁定許金山2項謀殺罪罪名成立嘅。到此為止，原本應該係受人敬仰、德高望重嘅大學教授，搖身一變，變成咗一個不折不扣嘅大魔頭啦。咁究竟點解會咁樣嘅呢？究竟係咪真係想同個情婦相宿相棲，又唔想將個財產分一半俾原配，所以就動咗殺機呢？而佢嘅情婦李詠儀喺呢件事上邊又係咩角色嘅呢？呢件案嘅法官張慧玲喺判案嘅時候，曾經有過以下呢段判詞嘅：被告好聰明，教育程度亦都好高，但係竟然有預謀咁樣殺死妻子，呢件事係令人震驚。由於被告有一個感情好好嘅情婦，同妻子亦都有聯名物業，所以本席係相信係因為財產分配嘅問題而起殺機。嗱，咁我哋見到啦，雖然法官張慧玲喺引導陪審員嘅時候，曾經叮囑個陪審員喺判斷被告有冇罪嘅時候，唔可以考慮被告嘅婚姻狀況、情婦嘅問題同埋財產分配嘅問題嘅。但係當陪審員判被告有罪之後呢，法官從陪審員嘅判決就可以逆向推論出許金山嘅殺人動機的確係同佢情婦李詠儀同埋財產分配嘅問題係好有關係嘅。雖然法律上李詠儀同2個人嘅死係完全冇關嘅，而我個人亦都相信呢件事係許金山個人獨斷獨行嘅，但係喺法律之外，李詠儀同2個人嘅死係咪真係完全冇關？如果你認為殺死老婆嘅許金山係喪心病狂嘅話，咁喪心病狂嘅喺呢件事上邊，又係咪只係得許金山個人呢？人在做，天在看。即使現在法律上你係冇罪，但係終有一日，上天係會有審判。